您最喜欢的童年记忆是什么？我想应该是我在客厅里搭建巨型堡垒的那次吧。一座堡垒，听起来真棒。你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？我用了毯子、枕头，甚至还有几把椅子，那就像我自己的秘密王国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我曾经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堡垒，我的父母以为那是一件新家具。太搞笑了！你邀请人进来了吗？当然，我邀请了整个社区的人，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茶会。在堡垒里举办茶会，听起来真迷人。你们准备了什么茶点？我们吃了夹饼干，喝了果汁，这真是最棒的一餐。我很想参加那个聚会。你们玩什么游戏吗？是的，我们在堡垒里玩了捉迷藏，真是太刺激了。我简直能想象那有多好玩。你被抓到过吗？有一次，我巧妙地躲在了一堆靠垫后面。太妙了！我总是因为笑得太大声而被抓到。笑声很难藏住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游戏经历？是的，我们以前在后院玩捉迷藏，我总是扮演捉人者。我感同身受，当鬼既有趣又累人。没错，那真是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冒险。我珍藏着那些回忆，它们让我想起童年的快乐。的确如此，回忆起那些快乐的时光，真是太好。我同意，或许我们今天应该创造一些新的回忆。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去游乐场重温那些美好时光吧。太好了，我迫不及待的想恢复以前的挥杆状态了。你还记得我以前住的街区里的树屋吗？就是传说中闹鬼的那栋房子。是的，我对此非常好奇。你研究过吗？我去了，感觉太神奇了，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。我一直想进去看看，但又太害怕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只有一些旧家具和很多蜘蛛网，但感觉像是一次冒险。你是不是以为这里是某个秘密俱乐部的所在地？当然，我假装那里是间谍总部。真聪明。你有没有邀请过其他人加入你的间谍任务？是的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发明了秘密代码来交流。太棒了！都用了哪些代码？其中一种方法是用颜色来判断。如果我说蓝色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在树屋见面。我喜欢。你小时候真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孩子。谢谢，这让我们的冒险之旅更加精彩刺激。真希望我当时也和你们一起去，听起来太有趣了。你应该这么做。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城里最好的间谍。
想想我们本可以发现多少秘密啊！我们本可以经历那么多冒险。我可以想象我们偷偷摸摸的四处躲避假想中的坏人。是的，我们还使用秘密代码保持联系。我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成为英雄。那些日子真的很特别，我怀念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。我也是。今天我们就来打造我们自己的秘密基地吧。听起来是个绝妙的计划。我们该建造什么呢？说到冒险，你还记得伟大的饼干劫案吗？哦，是的，那是我童年时期最刺激的冒险经历之一。这一切都是从我们发现放在最上面架子上的饼干罐开始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们知道必须制定计划才能实现目标。我记得你提议过搭人塔，那真是个雄心勃勃的想法。当时这似乎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怎么会失败呢？哎呀，差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我差点从你肩膀上失去平衡。我记得当时我摇摇晃晃，你大喊别动，然后整个金字塔就轰然倒塌，变成了一堆咯咯的笑声。我们浑身沾满了面粉，笑声不断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混乱。但我们没有放弃。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我们决定用扫帚柄把它打倒。没错，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真是太聪明了。结果成功了吗？不完全是，我们结果却碰倒了一个花瓶。糟糕，我们的抢劫计划要变成一场灾难了。但我们锲而不舍，我们一定要尝尝那些饼干。所以，我们最后只好用椅子去够罐子。耶！我们胜利了，我们终于找回了饼干罐。然后，我们就把它们像冠军一样吃光了。这是对我们努力最甜蜜的回报。你还记得我们脸上沾满了面包屑的样子吗？是的，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饼干之一。每当想起那天的事，我都会笑。真是混乱与欢乐的完美结合。我们应该找个时间重现那次抢劫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策划一场终极饼干劫案吧。还记得那些漫长的夏天吗？我们整天都在外面玩耍。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感觉时间都静止了。我们会骑车骑到日落，那真是美好的日子。是的，我们在探索周边街区的时候度过了最棒的时光。我至今仍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海滩的那天。那真是令人难忘。我们建造了一座超乎想象的巨型沙堡，还用贝壳和海藻装饰了一下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我曾深信它会永远持续下去，直到潮水上涨，对吧？是的，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它就这样被冲走了。我们当时都崩溃了，但不久之后，我们就拿这件事开玩笑说出来了。当然，我们甚至像真正的英雄一样，试图营救它。我仿佛还能听到我们大喊：“保卫城堡！”对两个孩子来说，这真是个戏剧性的时刻。结果，我们却在海浪里嬉戏玩耍。那些不期而遇的时刻是夏天最美好的部分。那年夏天，你有什么最美好的回忆吗？我喜欢我们去海滩边的冰淇淋店买冰淇淋。哦，是的，这冰淇淋太好吃了。你最喜欢什么口味？我超爱巧克力曲奇面团。你呢？我超爱彩虹冰糕，太清爽了。我们应该举办一场冰淇淋品尝比赛。那该有多棒啊！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喜欢的歌曲排个名。我们怎么可能忘记那个夏天呢？那真是无比美好。我同意，这是我永远珍藏的宝物。今年夏天，让我们创造新的美好回忆吧。我们的后院简直就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冒险，不是吗？没错，那就像我们自己的小世界，充满了神秘感。我还记得我们发现灌木从后面那个隐秘花园的那次经历。是的，感觉就像我们发现了一处秘密天堂。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索了它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假装自己是寻找失落宝藏的探险家。你还记得我们制作的藏宝图吗？是的，我们用蜡笔画了出来，并在原地画了一个 X。我们坚信埋藏的宝藏正在等着我们去发现。我现在想起我们挖那个大坑的样子，都忍不住发笑。结果只找到一个生锈的旧玩具，但当时感觉像是一项重大发现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冒险的一部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里究竟埋藏着什么？我当时想象里面装满了黄金和珠宝。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海盗的呢。我们当时的想象力真丰富，我们完全可以写个故事。我们真应该去的，那段时间一点也不觉得无聊。还记得我们为了防范海盗而建造的堡垒吗？没错，我们是守护宝藏最勇敢的战士。我们竟然用木棍当剑，我们当时的样子该有多滑稽啊！无畏的勇士，随时准备保卫我们的王国。那些日子真是美好，我多么希望我们能重温那些时光。我也是，让我们一起在后院开启一段新的冒险之旅吧。你还记得听到冰淇淋车铃声时的兴奋吗？哦，当然，这简直是天籁之音。我们会冲到外面，希望它能停在我们附近。而且我们总是得赶紧把硬币收集起来。我记得当时疯狂地数着我的零花钱。
我们就像一辆辆小赛车，飞驰到街上。选择口味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。我总是点双球巧克力软糖口味的冰淇淋。经典之选，我超爱彩虹糖蟹甜筒。那些糖蟹让一切都更有节日气氛了。你有没有试过用物物交换免费零食？哦，是的，我曾经提出用洗车换取一个免费冰淇淋。成功了吗？一点也不，卖冰淇淋的小贩只是笑了笑。太搞笑了，我们那时候可是谈判高手啊。对，还记得我们曾经试图卖柠檬水来买冰淇淋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我们一杯都没卖出去。但我们还是尝试了，我们的热情无人能及。这一切都是乐趣的一部分，付出是值得的。当我们终于吃到冰淇淋的时候，简直太幸福了。我仿佛还能尝到那香甜浓郁的美味。炎炎夏日，冰淇淋似乎总是格外美味。这就像是对我们辛勤工作和努力奋斗的奖励。我珍藏着那些时光，它们充满了欢乐和笑声。我也是，我们再去找辆冰淇淋车吧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冰淇淋之旅即将开启。你还记得我们在魔法森林里的冒险经历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感觉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。我们相信那里充满了神奇的生物和隐藏的秘密。没错，我坚信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寻找，就一定能找到独角兽。我以为如果我们唱歌，仙女们就会出来玩耍。我们当时的想象力真是丰富，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至今仍能想起那些仿佛在对我们低语的树木，还有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花朵。你找到我们之前认为可以实现愿望的那块神奇石头了吗？我真的许愿了，我还记得当时许愿后把纸条扔进溪流里的情景。你许了什么愿？我希望拥有永无止境的夏日冒险。真是个美好的愿望。我想要一个装满糖果的树屋。这真是一个值得许下的愿望。我们应该一起许愿，要一张藏宝图。那将会带给我们无数的冒险。我仍然相信森林里藏着许多秘密。我想知道它如今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神奇。我们应该再回去探索一番。是的，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想象力能否重燃魔法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。这将是一段充满奇迹和刺激的旅程。你还记得我们那次史诗般的家庭公路旅行吗？当然，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经历之一。我们带了好多零食，我都觉得车子要爆开了。是的，我还记得当时薯片和饼干吃不完的情景。
我们当时还争论到底该播放什么音乐。我一直喜欢经典摇滚，而你却偏爱流行乐。后座上演了一场音乐大战。但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玩得很开心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我们的演唱会堪称传奇。沿途的风景美得令人窒息。我喜欢这里的群山和开阔的田野。还记得我们在湖边野餐的那次吗？真是太神奇了！我们喂了鸭子，还许了愿。是的，我希望冰淇淋能吃不完。我希望还能有更多像这样的冒险经历。这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完美一天。我们还会玩我来找游戏来打发时间。我玩那个游戏超烂的，我总是选最难的题目。但这样旅程更有趣了。每一站本身都是一次冒险。那些路边小景点真是太迷人了。一想到那只巨大的橡胶鸡，我至今还会笑。哦，是的，那真是我见过最滑稽的景象。我们应该尽快计划另一次公路旅行。你还记得我们在你家后院发现那只神秘宠物的情景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那可是只毛茸茸的小猫咪啊！是的，我当时确信它丢失了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决心要找到它的主人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制作了传单，挨家挨户敲门拜访。大家都以为我们只是两个热情洋溢的孩子，但我们对我们的使命是认真的。我们甚至给小猫取名叫胡须。这名字太完美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一直跟着我们？它好像知道我们是它的新朋友。我喜欢它和毛线交织在一起的样子，太可爱了。它会扑向任何移动的物体。它充满了活泼灵动的气息，我真想永远留住它。我也是，但我们知道必须找到它的归宿。还记得我们终于找到房主的那一刻吗？是的，小女孩再次见到威斯克斯时欣喜若狂。我感到既高兴又难过。我也是，离别真是百感交集。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。没错，我们都是各自领域的英雄。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们善良和责任。是的，这让我更加喜欢宠物了。我们应该考虑以后领养一只宠物。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让我们一起实现它吧。你还记得学校才艺表演时的激动心情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上台前我紧张的要命。你太棒了！你的魔术表演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谢谢，我练习了好几个星期。你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？
我太喜欢了，在大家面前唱歌感觉真是太棒了。你的声音太棒了，你深深吸引了观众。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欢呼鼓掌。房间里的气氛简直太棒了。我现在想起这件事，还是会心跳加速。你最喜欢节目中的哪个部分？当然，当观众和我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感觉最棒了。那真是个神奇的时刻，你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。你最后那场神秘消失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。我差点搞砸了，但还好及时成功了。悬念让剧情更加扣人心弦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掌声，感觉我们就像明星一样。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俩的信心。是的，他教会我们拥抱自己的才能，绽放光芒。我怀念那些无忧无虑的表演时光。我也是，我们应该自己组织一场才艺表演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让我们再次展示一下我们的技能吧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们一起能创造出什么。你还记得我们那些精彩绝伦的万圣节装扮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我们可是最佳搭档。你是巫师，我是仙女。是的，我太喜欢我的闪亮披风和魔杖了。我的翅膀颜色好漂亮，我们看起来棒极了。我们走到哪里都收到了赞美。我现在想起我们练习魔术的情景，仍然会忍不住发笑。是的，我们试图用我们的魔法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记得你差点把我的糖果变成青蛙。真是千钧一发，我只是想夸张一点而已。这更增添了乐趣，我们真是一对迷人的组合。我们参观的那间鬼屋真是太刺激了。我当时吓坏了，但你一直握着我的手陪着我。我承诺过要保护你免受鬼魂的侵害。你做到了，有你在身边，我感觉自己很勇敢。我喜欢我们挨家挨户收集糖果的样子。到晚上结束时，我们的行李都装得满满的。还记得南瓜雕刻比赛吗？是的，我们在南瓜上画了各种滑稽的表情。它们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装饰品。我还有那些照片呢，我们当时看起来好开心。万圣节一直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我同意，让我们今年再策划一个精彩绝伦的万圣节吧。当然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创造更多惊悚回忆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的秘密基地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那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基地啊！我们用所有我们最喜欢的东西装饰了它。是的，有海报、靠垫，甚至还有彩灯。感觉就像是专为我们打造的梦幻之旅。
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秘密标志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上面写着成人禁止入内，这让它显得更加尊贵。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很多冒险，还计划了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们也会分享彼此所有的秘密。我至今仍记得我们秘密握手的那一天。没错，这太精心策划了，我们简直就像间谍一样。我们有没有被好奇的兄弟姐妹撞见过？就一次，你弟弟偷偷看过，记得吗？哦，是的，我们赶紧把他赶走了。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秘密世界。每次会议都像一场盛大的活动。我们制定了寻宝和冒险计划。那些头脑风暴会议真是太棒了。我仍然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冒险经历写成一本书。那该有多棒啊！我们当时有很多想法。我们今天应该重建我们的俱乐部会所。好啊，让我们重现我们秘密基地的魔力吧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们能想出什么办法。你还记得我那年的生日派对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那真是太精彩了。我太兴奋了，能和所有朋友一起庆祝。装饰太棒了，你们真是下了血本。是的，我准备了彩色气球和一个巨大的蛋糕。派对游戏太好玩了。我们玩了抢椅子游戏和寻宝游戏。我太喜欢寻宝游戏了，我们找到了所有藏起来的宝贝。我至今仍记得你那激动人心的 X 标记地点时刻。感觉我们就像真正的海盗一样，踏上了冒险之旅。当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，那真是太美妙了。你的笑容照亮了整个房间。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。还有蛋糕，那巧克力蛋糕简直太美味了。我想我们都又去盛了一份。没错，我仿佛还能尝到那美味的糖霜。你还记得我们做的派对小礼物吗？是的，我们为每个人都准备了小礼物袋。这些礼物真是太贴心了，大家都非常喜欢。这让派对感觉更加特别了。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这是充满欢声笑语的一天。我真希望我们能重温那一天。我也是，让我们再策划一次难忘的生日庆祝活动吧。你还记得我们和街坊邻居孩子们之间的友好竞争吗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那只是玩笑而已。我们会参加所有比赛、赛跑、游戏，凡是你能想到的。没错，而且风险一直都很高。我想，我们甚至还给获胜者准备了奖杯。我们找到了，那是一个闪亮的塑料杯。
我们当时非常重视这件事，对吧？没错，每一场比赛都像总决赛一样。我还记得我们组织的那场盛大的自行车比赛。是的，比赛很激烈，我当时决心要赢。我还有打败你的秘密策略。你的秘诀是什么？我现在就要知道。我原本打算抄近路穿过公园。真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们全程都并驾齐驱。我至今仍记得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，真是太刺激了。当我第一个过河时，我欣喜若狂。你赢得实至名归，你跑得像个职业选手。但最棒的是，之后大家一起庆祝。是的，我们一起分享零食，还笑着谈起了我们之间的竞争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玩得开心，而不是输赢。没错，那些时刻让我们彼此更加亲近。我珍惜这种良性竞争。我也是，我们来组织一次邻里游戏日吧。你能相信今天是学校的最后一天吗？感觉就像昨天我们还在为第一天上班而紧张一样。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庆祝夏天了。那一天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彼此的毕业纪念册上签名。是的，那些留言既真挚又有趣。我的还在，里面满是美好的回忆。我的也是，简直就像一座友谊的宝库。我们办了个小小的告别派对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在教室里准备了纸杯蛋糕，还玩了游戏。最棒的部分是冰淇淋圣代吧？我往我的那份上堆满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配料。我当时一心只想找到完美的组合。我们都拍了一些搞笑的照片来纪念这一天。我喜欢翻看那些搞笑的照片。它捕捉到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夏天的喜悦和兴奋。和大家告别时，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难过。我也是，但我们知道冒险在等着我们。我们承诺保持联系，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。我们做到了，我们的夏日冒险之旅就此开始。那些回忆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。我珍惜我们在学校共度的每一刻。让我们承诺在这个夏天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吧。当然，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充满冒险的夏天。